Hello，各位，这是阿伟的投资日记，我是阿伟。现在拍摄时间是5月18，周一的晚上8点。周日5月17，我开了直播，当天直播人数是我有史以来看过最多的，最高我看到好像165个人，我整个吓一跳。今天整个就有创作的动力了，好吧？昨天观众也问了很多的股票，其中有几档，我觉得问得不错，刚好有问到那种从空头趋势转成多头趋势的股票，那这种我觉得还蛮适合来当做教材，跟各位讲，在阿伟观察系统里面，一档股票由空头趋势转成多头趋势，要经历哪一些关键的步骤？这些步骤其实在 K 线图上都可以帮助你辨识现在已经要转到多头的哪一个阶段，每一个步骤基本上都很关键，所以我想说就用这一集的时间来跟各位介绍一下。一档股票要从空头转到多头，要经过哪一些步骤？在开始前，也不要忘记订阅我的频道，开启小铃铛，也顺便帮我在这部影片下面点赞，毕竟你们的每一个赞都是我继续创作的最大动力。你们准备好，那我们就开始吧。好，现在各位看到应该就是我电脑的画面。好，首先先跟大家介绍我的系统是怎么定义趋势的。我定义趋势的方法主要用的就只有一个指标，就是均线。其中我用了4组的均线，那4组分别是20、60、120还有200。那这4个参数分别都有 CNA 简单移动平均，还有 ENA 指数移动平均。均线的影片我已经上了，关于均线大家可以去看我这一支影片，我放在这边。这支影片里面我有讲均线到底怎么运用，均线斜率要怎么看， SMA 跟 ENA 要怎么计算，甚至要怎么用均线来推演行情。好，那这一集我们主要就讲空头趋势要怎么转成多头趋势。那在我的空头趋势的定义就是股价在哪里？在所有均线下面，均线空头排列，短期的移动平均线像是20，比这个中长期60、120和200的均线都还在下面，然后最下面当然是股价，那这样对我来说就是一个空头趋势。那要怎么变成多头趋势呢？也要先定义多头趋势是什么，就是均线多头排列，短期的移动平均线比长天期的移动平均线还高，不管是 ENA 还是 SMA 都是。那这样股价在所有均线之上，这样就是一个多头的趋势。那从这边转变到这边有哪一些必经的步骤？我们一个一个来看。好，我们现在看第一个步骤叫做破线。那破线顾名思义就是上穿移动平均线，因为最后价格要在所有的均线之上，所以破线就是一个必要的关键步骤。那毕竟有2种均线要上穿什么 SMA 也要上穿 ENA， 所以破线就是我这个系统里面的第一个观察趋势转折的一个步骤。对，那我们来看第二个步骤，我们叫它拐头。拐头什么意思？就是移动平均线的斜率发生了改变，由负转成了正，因为最后要多头排列，均线全部都要朝右上方运行，这也是一个必要的关键。所以拐头就是移动平均线斜率由负转正，也是一个必经的过程。那均线有2种，我们现在来帮大家复习一下均线的斜率要发生改变。这上一集那个影片均线那一支我有讲，但这边我再帮大家复习一下，简单移动平均线斜率要发生转变要怎么样？就是现价要比这个 N 日简单移动平均线的抵扣价还高，均线最前面的那个价格，现价如果比简单移动平均线的抵扣价还高，那简单移动平均线 SMA 斜率就会由负转正。那指数移动平均线其实破线和拐头会同时发生，为什么？因为指数移动平均线是怎么样？只要价格上穿了指数移动平均线，其实它会同时完成了拐头，因为价格在指数移动平均线之上，斜率就是正斜率；价格在指数移动平均线之下，指数移动平均线就是负斜率。所以指数移动平均线比较简单 ，ENA 就是破线和拐头会同时发生。那这个如果还不懂，可以去看我影片，那支影片我有推演公式，为什么会是这样？那第2个步骤就是拐头。那第3个步骤叫做交叉。什么交叉？就是移动平均线的交叉。就是短期的移动平均线上穿长期移动平均线，因为均线的排布就要变成短期移动平均线在长期移动平均线之上，所以势必要发生什么？就是短期移动平均线上穿长期移动平均线，所以这也是一个必经的过程。但我主要看交叉，其实比较常看的是20跟60的交叉，这2组均线组的交叉对我来说比较有意义，因为像是120跟200交叉其实有点太长了，那时候趋势可能都已经走出去了。我比较在意的是空头转成多头的起始，所以20
跟60日的交叉，对我来说相对是需要去关注的。好，那这就是最主要有一个空头趋势转成多头趋势的重点的3个步骤，这个是必经步骤。当然1、2个步骤破线拐头，这是4组均线8条线都必须要经历这些破线加拐头，最后都排布成正斜率，像这样我们才会称之它说转成了多头趋势。好，那下面我们就来看 TradingView 上我昨天直播找到的案例，来跟大家解说一档股票从空头转到多头的一些实际案例。江南银行又来了，还不是江南银行的客户，第2季你只要开户累积消费满5000，或是不限金额刷5笔，就直接送你一个行李箱。我报你好康，也不要忘记用我的专属推荐码 8CGDSH， 开户完也不要忘了去解带你一起富起来的活动。新手开户礼200现金，理财测验礼100现金，会员加码礼100现金。想要了解江南银行第2季完整权益的，赶快去找这一部影片来看。好，第一档我们先来看 CDKY， 这是昨天直播有观众问的。来，我们看一下 CDKY 在什么时候正式转成了空头趋势？什么时候正式转成了空头趋势？应该会是在这个点正式转成了空头趋势。这个点是最后200日 A 变成负斜率拐头的时候，全部的均线也都变成了短期移动平均线在长期移动平均线下方，所以在这边正式转成了空头格局。那这档股票在这个时间点基本上就不能再继续做多了，你整个思维就要转成空头的格局。那我们看这个空头跑了多久？从这里2025的3月20一直跑，期间在这里价格上去碰到均线，基本上都是被打回来，只要碰到均线都被打回来。那我们看它什么时候开始有准备转成多头的迹象，在差不多在这边。我们看一下这个时间点是2025的11月28，所以它空头跑了多久？3月20到11月28，基本上超过半年就过去了。基本上这档股票多头都不用想了，你要进去做多，你想要进去持有，基本上都不要想太多，这边都是空头看待。等到这一天，你才可以开始有多头看待。但其实在这天，我还是不希望大家就直接去做多。为什么？因为我说趋势要转折，还是要有一番的波折的。我们来看它波折了多久。我们可以这个步骤来看，来，这个是20MA 是条灰色的，那 EMA 是这个虚线。我们先看，在这一天破线了，破线荡穿了20MA， 上穿了21MA， 所以破线，这天破线，在哪里有拐头？在这里，这一天有拐头，这一天破线完成了，但是这边都没有拐头，为什么？因为你可以看一下均线的斜率还是负的，所以这边都只完成破线，才完成第一关而已。那这边是拐头完成了，后面又掉回来，又失败了。那在哪一天又重新再破线拐头？我们看一下，具体在这一天又在破线拐头，这一天是1月6号。那走出去之后，我们可以看一下，隔天换60A 的破线 ，EMA 就是破线加拐头，那 SA 破线但没有拐头，隔天也拐头了几天，2、3天后又怎么样？又掉下来了，这里拐头又失败了，所以这边均线也还是负斜率，到哪一天真的都变成正斜率？到了这一天，60MA 也完成了什么？正斜率，后面这边都完成正斜率，而且它也同时发生了短期移动平均线的 SMA 上穿长期移动平均线的60 SMA 交叉，在我的系统我会用绿色的小叉叉来代替它交叉了。那再往后看，在这天也完成了一个重要的重点，什么？上穿的120 SMA 跟120 EMA。那在隔一天又发生一个重点，这个是什么？ EMA 的交叉，20跟60 EMA 的交叉。所以短期在这里基本上已经走完了几个步骤了，20日的破线拐头，60日的破线拐头，那还有什么？20跟60的交叉。SMA 交叉跟 EMA 交叉，还有什么？还有120日的破线，还有拐头吗？没有拐头，你看这个还是负斜率的。那我们再继续往后看，在这里也完成了什么？200日的破线也都完成了 ，EMA 跟 MA 这边都完成，但是有拐头吗？没有拐头，根本都还是负斜率的。所以一个负斜率的均线会怎样？会把价格往下带，所以它又被带回来，所以都还没走到多头趋势，又被带回来了。那在这里20A 又失守了，在这里又变成负斜率了。这边就一直跌下来，到这里又重新要再爬一次，好，重新的60A 破线，60A SMA 破线 ，EMA 破线，再往这里20 EMA 破线 ，SMA 破线，那有拐头吗？还没到哪里？到这里才拐头，所以整个磨剩下来都要磨剩很久，所以最后到哪里？到这里，大家可以关注这个地方，这里120A 怎么样？拐头了，它都已经上穿了，所以在这边才120A 才正式变成正斜率，但还有一条线还没有变成正斜率，是哪一条？200是这样，还一样是负斜率，所以就这样一直跑到哪一天？这一天最后的这里表态了，在这边最后才完成什么？200日简单移动平均线的斜率变成正斜率，所以在这边才真的喷出去。这档股票我当初解盘的时候，我也是说什么，在这里它才真正的完成了多头格局，价格
比20MA 还高，20MA 比60MA 还高，60MA 比200跟120还高。虽然它120还没上升到60，但这个我觉得问题不大，毕竟再走几天它之后120也会上升到200之上。那 ENA 可以看一下这个虚线20、60。蓝色的200跟120，所以这边也都变成了多头排列，所以多头格局从这一天开始看待。所以我就说这档细粒 KY 从这天才正式定义叫什么？刚开始，最后一关是什么？200日 SMA 的拐头，所以这样是一个由熊市转成牛市的一个过程。那它究竟转了多久呢？我们可以继续看一下，从第一天从这里开始破线，前面这个破线我就不看了，从这边开始破线，从11月28号到4月20号，基本上要走了多久？又走了差不多5个月，所以整个空头要扭转成多头要花5个月。刚刚说前面这里还超过了半年，所以基本上1年的整个时间基本上就过去了。所以我不建议大家在空头去持有，或者在趋势转折当中去持有股票。为什么？因为太耗时间了。在市场你每持仓的每一天应该都是要跟着趋势走，我们为什么不去找多头趋势的股票，对不对？那所以这个就是第一档的案例。地表最强的技术分析网站，你有用过吗？TradingView 是我进入投资和交易领域以来一直在使用的技术分析网站，尤其是它这个超级图表的功能，绝对可以满足你在交易上所有看盘的需求。如果你还不懂 TradingView 的话，可以点击这一支影片，里面我有详细介绍 TradingView 的所有功能。我也建议各位跟我一样一起升级到这个 Essential， 升级到 Essential 你可以有更多的指标可以设置，有更多的快讯可以设置，观察列表可以设定更多不同的商品。如果你要升级的话，也别忘了使用我的专属连结订阅 Essential， 只要$15，用我的专属连结，我直接再送你$15，让你再订阅1个月。还不赶快把握优惠？那我们再来看另一档是这个威盛2388的威盛。那我们一样先看威盛从什么时候转成空头排列。200日，我们找200日失守的位置。200日失守的位置差不多是在从这一天开始失守的，就是2024的8月29。你看它空头格局跑了多久？从这边就是一直4条均线的负斜率跑了多久？跑到这里，我们认真看一下，从这边才开始有上升的迹象。这是几号？我们标一下。2025的11月26，它从2024的8月跑到2025的11月26，超过一整年，又加3个月，这张股票都是空头排列。好，那我们看具体它这天开始发生了什么？它这天发生了破线，有拐头吗？还没拐头，破线而已。ENA 是拐头啦，但是 SMA 还没破线而已。拐头在哪一天？拐头具体在这一天才拐头，变成这个白色棒子的时候才拐头。后面在几天往上，这边这一天又完成了一个什么破线加拐头，60MA 跟60EMA 的破线加拐头。那再往后一天，120MA 的什么破线加拐头，但顶到上面发现什么还没有拐头，200日 SMA 跟 ENA 还没有拐头。ENA 只要在它之下都是有压力的，所以这张股票就完全被这个 ENA 给压下去了。而且200日的 SMA 也是负斜率，200日的 ENA 也是负斜率，所以就把股价硬生生的这样打下去，掉到哪里？掉这边又怎样？基本上又重新再开始，跑上来这边被120MA 又打下去，所以又再往下掉，从这边又重新再开始。所以你看这个什么，人家会说什么？这个是怎样假突破？但我完全不觉得这个是假突破，因为在长期趋势而言，它根本都还没走成多头格局，都还没走到多头趋势，所以在这边基本上还要继续重新开始。这前面等于白拉了，好不好？这边重新我们再看一次它趋势的转折，从哪里？从这里重新又20MA 的破线，那这边隔天应该同一天破线加拐头，在同一天，拐头在哪一天？在这一天，这里有拐了一下，但是隔天又掉下来，所以真正拐头在这一天。那再往后面，这里换60MA 的破线，但有拐头吗？还没，所以价格一样又被拉下来，到哪里才拐头？到这里60MA 才拐头。那再往后面看，在这边120日的破线，那在这边120日的拐头，那再往上跑到哪里？到这里200日的破线。在这里，最后这边200日的拐头，所以在这天它真正完成了多头格局。最后在哪一天？2026的4月16，总共跑了多久？从11月16有逆转的姿态，又跑到了4月16，基本上半年又过去了。在这一天，我才跟观众说，这支股票从这天才真正的开始，所有均线都转成了正斜率，后面处理均线排布的状况，目前可能都还没走到完全的短期均线在长期均线之上，但是基本上最长的那根均线已经变成拐头，基本上就可以先视为它要转成多头的这个格局了。好，可以看一下20日、60日，下面是什么？200跟120，ENA 一样，20日、60日，这200日，这是120日，价格基本上都在他们之上，所以在这天才真正转成了多头的格局。那具体为什么在这边拉会比较有机会？基本上又要讲到上一次影片的什么
抵扣价，又要涨到上次影片的抵扣价了。来，我们来拉一下抵扣价。好，从这一天为什么比较有机会？我们看一下这一天对到的200在哪里？200在这里，基本上200也掉下来，120也掉下来，60也要掉下来，对不对？20也都要掉下来。这边基本上20、60、120跟200的抵扣价就都已经回到这个低档，它必须在这个低档进行什么？先进行一个很大的盘整，把所有的抵扣价要掉下来。它价格在往上拉的时候，它的均线斜率比较容易翻正。如果大家还不懂抵扣价，可以先去看上一次影片。所以这档在这天才正式翻成了多头格局，而且也创了什么250日新高。所以我那时候跟观众说，这档算刚开始而已。好，那以上就是介绍这2个案例。刚忘了讲到，在这2天4月8号跟4月9号的时候，也完成了交叉，就是20 SNA 上穿60 SNA 跟20 ENA 上穿60 ENA， 基本上在这2天发生，最后也站上了长期移动平均线，这档股票才真正的翻正。好，以上介绍了就是一档股票要从空头格局变成多头格局，要历经很长的一段时间，而且要必经哪一些过程，主要有哪3个？破线、拐头、交叉。破线是什么？就是价格站上了移动平均线，不管是SNA 还是 ENA 都一样。那第2个是拐头，就是均线的斜率由负斜率变成正斜率。那简单移动平均线就是怎么样？是它要比 N 天前的抵扣价还高。那 ENA 破线跟拐头会同时发生。那第3个交叉就是短期移动平均线上穿长期移动平均线。我主要盯的就是20跟60日的交叉。那刚刚也讲了2个案例，就是细粒 KY 跟威盛。这2档完全就是走完了整个空头格局，刚转成多头格局的2档股票，大家可以去推演一下，用 TradingView 或是用大家习惯的这个软体去认真推演一下，它怎么从空头翻成多头这个过程。我相信对大家之后在看盘一定会有帮助。你会发现，一档股票要从空头翻成多头，基本上刚开始的冲刺很长都会失败。要怎么样最后的冲刺它才容易冲成多头格局呢？基本上它要先把抵扣价，就是200、120、60日之前的价格，最好他们的抵扣价都要往下走，或是都已经在一个跟现价差不多的位置，最后一个现价往上拉，才有机会把他们的均线全部拉成正斜率。不然如果他提前表态，当他的原本的均线斜率都还是负斜率，他就把价格拉上去的时候，基本上它的价格还是会被均线给拽下来。所以这个是大家可以配合上一支均线的影片去观察的。那今天就讲那么多，我相信有认真看懂这支影片的人应该都懂我在讲什么。对，跟大家讲一下，基本上尽量去找多头格局的股票来做加仓，相较之下会比抄底一个去找空头趋势转成多头趋势的行情做起来会舒服很多。所以大家不要去找那些空头的股票来做，多头去找加仓，基本上才是赚钱比较有效率的一个方式。如果大家还不懂，每周3跟每周日晚上的8点45分也可以来我的直播询问我。好了，今天就说那么多，这是阿伟的投资日记，我们下一集再见，拜拜。好了，刚刚讲了这么多，最后我想问问各位，大家看我阿伟观察系统这张图，你觉得目前 Microsoft 微软这家公司它现在目前走到哪里？也欢迎在留言区发表你的看法。感谢各位的支持，我的频道会员功能已经开通了。如果各位看了我的影片，觉得有帮助，可以点击下方描述栏的加入会员连结，用行动支持我继续创作。详细的会员分几项功能可以参考这一部影片。